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吴磊逆袭成第一，刘琳仅排第5，于和伟也只能屈居第3。刘琳排第5，于和伟才第3，吴磊竟然冲到了第1名。这排名一出，有多少人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？西北岁月火了，不是没有理由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剧的几位主演。咱们不搞什么按部就班的排名，咱就谈谈他们给我们的那点感动和震撼。西北岁月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，央妈出品的这股质量保证已经深入人心。而真正让人一集接一集欲罢不能的是这些实力派的演技。你看这部剧，人物那叫一个鲜活，每一个角色仿佛从历史中走出来，呼吸着那个年代的风。剧中的每一个人物，无论大小角色，似乎都承载了那个特殊年代的酸甜苦辣。接下来，我们聊聊这些演员们的表现，不做简单的排序，只想说说哪些瞬间击中了我们心底的柔软。先说说任彬，任彬演的魏海是个十足的反派，身穿长衫，梳得整整齐齐，看上去一副文弱书生模样。但他一戴上那副小黑框眼镜，脸上挂上一抹阴狠的笑容，整个人就瞬间变了样。剧里他那番叛变的演讲，嘴角一勾，巧舌如簧，自己说的头头是道，可底下听的人一个个都气得直咬牙，恨不得能冲进屏幕扇他2耳光。你说这演得多到位，才能让人这么讨厌他呢？现实生活中的任彬是个潮流达人，但在戏里他完全没有偶像包袱，反而在演绎魏海这种奸猾角色时，坏得让人印象深刻。再说刘琳，她排第5这个事儿，其实也不全是她的演技问题，而是因为对手实在太强了。刘琳在《西北岁月》里演男主的母亲，那个眼神，那表情，每一个细节都像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活过来的人。黄土地上的农妇，干枯的头发，黄黑的皮肤，承载了多少生活的艰难。尤其是得知儿子要参军的那个瞬间，他站在门口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只能默默目送孩子的背影。那种不舍却不得不放手的感情，谁能不共情？看到这里，你会想到自己的妈妈，或许是她送你去远方求学，或许是第一次离家打工，每个离别的瞬间都是那么相似。至于程泰深，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深不可测。演男主的父亲，那个刚直不阿、严厉却不乏柔情的父亲形象，程泰深真是演绝了。你看他挥着大刀在田间劳作的样子，眉头紧锁，显然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。但当听到儿子惹事，他立马扔下手中的活，急匆匆赶去把孩子带回家，嘴上虽然训斥，但每一句都是对儿子的担忧。他举起铁棍想打下去，手却停在了半空中，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那种复杂的父爱通过一个眼神，一声叹息传递出来，让人心里跟着一酸。再说说于和伟，这人你不可能不认识，他的戏路太宽。这次在《西北岁月》里，他演刘志丹，一个有着铁骨柔肠的革命者。他的眼神里有故事，有坚定，也有柔情。面对敌人拿枪指着他的时候，于和伟用沉默和坚定的态度，把刘志丹的信仰传递给了观众。那种坦然，那种无畏，简直让人忍不住起立鼓掌。他让我们明白，什么叫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这不仅仅是角色的表演，而是一种精神的体现。说到靳东，很多人对他在剧中的老干部形象印象深刻。他这次不再是西装革履，而是一身革命旧军装，眼神里透着坚定。你很难不被他那种深入骨髓的使命感所感染，尤其是他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深沉而有力，把历史的厚重感传递给了我们。靳东的演绎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角色，
而是对角色的精神内核的深度理解，那是一种用心演绎的力量。最后，我们聊聊吴磊。很多人一开始不看好吴磊，因为他太年轻了，毕竟这么重的角色压在一个流量小生身上，谁都会怀疑他的承受力。然而，吴磊在剧中交出的答卷，可以说给所有质疑他的人一个响亮的回应。他演的习仲勋是一个毛头小子，年轻气盛，但满怀理想。面对革命的召唤，他毫不退缩。第一集的演讲，他的慷慨激昂，那种充满力量的表达，让人感受到他在用灵魂诠释这个角色。而当他得知自己不能入党时，眼中的失落与内心的挣扎，随着严先生的一盏灯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那种眼神的变化，那种渐渐燃起的信念，真的是演得太好了。这些演员们的表现都让人忍不住想要为他们鼓掌。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，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艰难与不屈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实在太强大了，不管是老戏骨还是新生代，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赋予了角色灵魂，让观众在他们的表演中找到了共鸣。西北岁月这部剧不只是演技的对决，更是对那个年代的情感再现。每一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，无论是任彬的反派之坏，刘琳的母爱之深，程泰深的父爱之重，还是于和伟的信仰之坚，靳东的使命感，吴磊的青春与理想，这些都是角色最真实的模样。而他们的表演，更是让这些人物在荧幕上活了过来。你说，这些角色哪个最让你感动呢？有人喜欢刘志丹的刚毅，也有人钟情习仲勋的热血，还有人感受到父母那种深沉的爱。或许这就是这部剧的魅力所在，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情感，看到了那个时代里人与人之间最质朴却最动人的情感。其实近年来的国产剧质量提升，观众的眼光也越来越挑剔，但这也给了我们看到更多好作品的机会。西北岁月就是这样一部作品，它通过演员的努力，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骨和信仰。而吴磊这样的新生代演员，也在这样的作品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用实力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花瓶，而是一个真正的演员。那么，看到这里，大家心中的最佳演员是谁呢？是那个为了儿子不顾一切的父亲，还是那个为了信仰毫不退缩的革命者，亦或是那个年轻气盛、不怕风雨的少年？说不定，这些人其实都是你心中的第一名。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，毕竟每个人的感动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不是吗？